Blade 也就是剑心，刚刚在6月12号发售还不到1天，同时在线人数的峰值就达到了惊人的183000，而且这还只是周3的数据，到了周末肯定还会更高。发售当天就在 Steam 拿下了好评如潮的成就，成为索尼最成功的 PC 移植作品。剑心在 PC 端的2次爆火，是整个行业一次免疫反应的体现。它证明了不妥协、不迎合、不自我阉割的作品一定能够成功，同时也说明了玩家的需求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有个性、有魅力的角色，而不是那些空洞的说教和强加的价值观。这场胜利并非偶然，而是广大玩家在长期压抑下一次彻底的爆发式的情绪释放。大家好，欢迎来到第9频道，我是老九，在这里我们一起剖析第9艺术的真谛。过去几年的欧美大赏真的是一言难尽，玩家看到的不再是令人惊叹的角色造型，而是平庸、沉闷、被道德枷锁层层包裹的人设。曾经大胆鲜明的角色，如今只能在灰色地带小心翼翼地前进，生怕一句对白、一件服装就引发争议。于是乎，安全成了行业默认的标准答案，而性感和个人魅力则变成了某种原罪。玩家的审美被动地被收紧，创作者的自由也被迫被主动放弃。越来越多的作品陷入了一种形式化的政治正确当中。角色要中性，故事要正确，表达要安全。原本多元化这个概念本意是为了包容更多元的玩家群体，展现更复杂的角色维度。但是现实却是，游戏公司招了一大批不玩游戏甚至讨厌游戏玩家的所谓进步人士去做游戏，导致这些游戏不仅大量夹带私货，甚至高度雷同，审美单一，角色形象被故意的降格处理，性别特征被刻意的模糊，叙事中过于强烈的现实隐喻喧宾夺主。你能想象吗？像《毁灭战士：黑暗时代》这样的游戏，在前段时间刚刚发售的时候，竟然被这些所谓的进步人士批评他的角色太过于男性化。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些欧美大厂到底是怎么想的。有的游戏人家脸模原本非常好看的，非要改成普通样貌，甚至刻意丑化，说是要避免物化女性。但是事实却是，就算是女性玩家，他们在游戏中也只会选择更好看的角色啊。我之前就说过，对美的追求是人类的天性，就像绝大多数 coser 不会去 cos 一个丑角一样。还有那些说什么这个游戏媚男，刻意去讨好男性玩家的，请问是你花钱买的游戏还是我花钱买的？请问你玩游戏吗？实际情况却是，就算是像奇迹暖暖这种以女性玩家为目标受众的游戏，都是男性玩家在那儿哐哐砸钱。在男性玩家占比有着绝对优势的3A 游戏产业，这些欧美大厂非要跟钱过不去，这无疑是自毁前程。然而剑心的开发团队 Shift Up 没有参与这场自我阉割的竞赛，他们不属于欧美那一套审查式创作体系，也没有对欧美媒体的话语权唯命是从。相反，这家来自韩国的工作室用更纯粹的游戏语言告诉世人，角色可以美丽，可以性感，同时也可以强大，更可以让人感觉到人物的有血有肉，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花瓶。他们没有删减女主角的造型细节，也没有为了迎合国外媒体而遮遮掩掩，反而让她在战斗、剧情、互动中自然地展示出她的力量与信念。在这个游戏圈政治正确愈演愈烈的年代，剑心无疑是一款格外刺眼，甚至有一些出格的作品。但它刺眼不是因为它的角色造型，而是它不向主流风气低头的态度。可以说，这个游戏从第一支预告片起就注定不会是一个安全的选项，但它偏偏坚持走完了自己的路，靠着过硬的游戏内容和玩家口碑一路逆袭。它不是一款那些批评者所声称的所谓擦边游戏，
它的战斗系统融合了尼尔机械纪元的柔和动作以及只狼的硬派反击等机制，构建出一种既紧张刺激又不乏战术变化的打击体验。闪避、格挡、连段、技能释放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既满足了寻求快感的普通玩家，也提供了足够的升级深度供硬核玩家钻研。更不要说那些在战斗中穿插的令人赏心悦目的镜头语言，让我发出俗到极致便是雅的感叹。而在关卡设计方面，剑心也没有落入线性的俗套，游玩的过程中探索与解谜交织，提供了丰富的可玩性。这款游戏的魅力不仅仅在内容设计上得到了玩家的认可，在玩家社群中的话题传播力更是超出预期。社交媒体上最初一些批评其过分魅力的声音，也逐渐在真实的游玩体验下被实际内容打脸。现在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是一款好玩、有趣且充满诚意的动作游戏作品。甚至可以说，正是其不妥协的美术风格，反而让它在众多同质化作品中脱颖而出。前有怪物猎人荒野的显存危机，让不少玩家在进入游戏前就得先和设置菜单大战300回合。后有星之眼的史诗级优化灾难，贵为5090的高端配置也难逃卡顿掉帧闪退的命运。一时间，玩家对于主机游戏移植到 PC 的信心降到了谷底。但是就在这片哀鸿遍野的阴影之中，剑心的 PC 移植却如一股清流，给予了 PC 玩家应有的尊重。它的优化程度几乎可以用纵享丝滑来形容，无论是 4K 高画质还是中低端配置下的性能表现，都让人惊讶地感受到金亨泰是真的有认真对待 PC 玩家的。在多个平台的测试中，不少玩家表示，只要你的显卡不是上古遗产，大多都能在60帧以上稳定运行。哪怕是 Steam Deck 这样的掌机平台，也可以通过合理的设置实现流畅体验。更重要的是，游戏并没有像其他移植作品那样强行锁分辨率和帧数，而是开放了大量的图形选项，供玩家按需调节。值得说到的是，当这家工作室听说索尼的政策限制会让很多地区的 PC 玩家无缘这款游戏的时候，他们更是积极沟通，并且协调索尼在游戏正式发售前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 Shift Up 并没有把 PC 平台当成所谓的候补市场，而是真正当做一个和主机平台平起平坐的主战场来看待。在画质、性能、操作适配等方面，他们都投入了足够的资源进行优化和打磨，而不是简单的套个壳就上架。这种诚意和专业度，在当今这个移植级噩梦的时代里，反而显得格外珍贵。反观其他厂商，同样也是 D 加密的游戏，一旦优化拉胯，就只会甩锅给 D 加密。其实他们自己根本就没有花心思去优化，说白了，他们根本就是看不上 PC 市场，觉得 PC 玩家不重要。但是时间向前推移的越久，他们就越会发现他们错的有多么的离谱。我相信没有商家会跟钱过不去，当沉默的大多数用钱包投票的时候，这些吸金如嗜血的大厂高管一定会马上跟进。剑心的成功将会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去平台化会发生的越来越快，而符合大众审美的角色会越来越多。欧美大厂因为体量庞大、体系僵化，陷入政治正确的漩涡，宛如一艘庞然大物，已经难以转向。而与此同时，像 Shift Up 这样的东方游戏工作室正在悄然崛起，他们更灵活、更贴近玩家的感受，更懂得如何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坚持自己的创作美学。尤其是中日韩的一批新兴开发者，他们既有深厚的美术功底，也在不断的突破技术瓶颈，用更加大胆鲜活的方式讲述属于自己的故事。这不仅仅是一场游戏创意的中心在地理位置上的更替，更是一种不同文化所催生出的创作哲学的分叉。当欧美大厂在围绕舆论红线反复权衡、畏首畏尾的时候，
东方的新锐工作室已经开始以更纯粹的方式表达情绪、塑造角色、传递美学了。不是为了讨好谁，也不是为了挑战谁，而是出于对游戏本质的回归，那就是表达自我，触动人心。曾经由欧美主导的叙事规则，如今正在被打破重构。那些在旧的体系中难以想象的题材、风格和角色，如今正在东方开发者的手中变得合理、动人，而且往往令人惊艳。这是一场悄然发生但影响深远的权力转移，不需要吵闹的公关，也不依赖炒作的议题，而是靠一部又一部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作品来赢得尊重与话语权。Later， 剑心的意义远大于它游戏本身，它不仅打破了性感及原罪的偏见，更是以一种健康、积极、美感与深度共存的姿态，重新定义了女性角色在游戏中的位置。它不躲避争议，不刻意挑衅，也不高举旗帜，但它凭借作品本身的品质，打赢了一场审美战争。如今，它站在 PC 平台上，更广阔的舞台正等待着它继续发光发热。而对于我们玩家来说，它证明了真正值得支持的游戏不一定完美，但一定是有态度、有内容且充满诚意的作品。Anyways， 欢迎收看第9频道，感谢大家的陪伴。如果你也有对剑心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也别忘了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我们下期见 ，Peace。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觉得我是帮你省了100万，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